在视频的开头先跟大家道个歉啊，就是这段时间内大家先不要买 Gameker 定制的机械键盘了，因为已经供不应求了，工厂正在全面为双11备货，不可能全部生产我们的定制款吧？我们只争取到最后少量的货，而且还得在10月中旬才能生产完成。所以呢，现在已经买的小伙伴呢，得等到10月下旬才能发货啊。不过还好，我们的奇优联机宝现在供货非常稳定啊，大家随时也可以购买。另外，不少人反映奇优联机宝用在2K19上效果不是很好啊，我们也进行了沟通，其实是2K19的服务器比较奇葩啊，奇优正在为此进行优化，所以大家不用心急。全宇宙的华人玩家们，你们好，感谢收看 Gameker 就知道玩游戏，我是聂俊。古墓丽影重启3部曲的最后一作《古墓丽影：暗影》，我们之前做过上一作的测评啊，而这一次呢，由于是3部曲的一部分，是早就在规划之内的啊，所以玩法并没有特别大的变化，这也是在意料之中的啊。所以这次视频我们会大致提到游戏系统，但是具体的玩法大家可以参考上一作的测评啊。古墓丽影和劳拉这个 IP 其实非常纠结。一方面，它是电子游戏的先驱我说过了，它在那个时候，甚至不少人觉得电子游戏就等于古墓丽影。但是现在，由于曾经的失败和缺少的宣传，这个 IP 已经不再有那么号召力了。甚至新生代的玩家会认为这个 IP 是模仿《神秘海域》的。因此，不管是老东家 Eidos 还是收购了 Eidos 的 SE， 都不会甘心就这样子让这个 IP 没落。所以重启3部曲就这样诞生了。所以这个3部曲有2个主要任务，一自然是要让这个 IP 重新焕发活力，让市场重新接受；二就是要尝试这个 IP 建立新的玩法。所以我们会看到，在玩法上，这3部曲确实借鉴了他现在的对手神秘海域。神秘海域凭借着优良的品质，已经获得了很高的口碑了。那么这次重启后的古墓丽影这个整了容又缩了胸的劳拉，这完整的3部曲又能不能重新 carry 起这个 IP 呢？就是我们接下来想要找到的答案。这世界上有3个人，其灾害等级已经超越神级，被全世界列为最危险、最恐怖的人物。他们就是中年大叔德雷克、万年小学生柯南、古墓里的丽影劳拉。放错了，不是这个500年前的劳拉是这个500年后的劳拉。他们之所以被列为超神级的危险人物，并不是他们有多邪恶，破坏力有多大。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并不是坏人，他们总是打着正义、友善的旗号，却莫名其妙地杀光周围所有人，破坏掉所有走过的地方，毁灭掉所有逗留过的村子。什么？你说他们身边也有没死的人太天真了，没死的都是同党好吗？共犯。而正是因为他们总是打着正义的旗号，所以不管是警察还是国家机关，都不能对他们进行制裁，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充满善意的破坏世界。我们唯一要庆幸的是，这3个人互相之间并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不然的话，如果这3个人组成了一个家庭，我的天哪，我已经不敢想了。古墓丽影：暗影是系列重启3部曲的第3部，也是这个重启计划里的最后一部。既然是3部曲，那这一部的目的就很明显了：一是要讲完这3部曲的故事，填完前2部的坑，比如圣山一到底能不能击败劳拉拯救世界；第二就是要表达清楚劳拉的蜕变过程，怎么从一个弱女子变成记忆里的安吉丽娜·朱莉。等等，这样能算是弱女子吗？德雷克都未必打得过她，好不好？至少打不过柯南嘛，算是弱女子了。第三就是继承并夯实前2代的游戏逻辑，坚决贯彻3部曲的游玩方针，积极修正这个游玩方针的已知缺点，同时加强广受民众喜爱的如走哪他哪、见谁谁倒霉、交通工具只用1次等优点，务必做到3部曲圆满成功说人话就是游戏方式基本没啥变化了。所以按照这3部曲的方针来看，我们将继续跟随地表上最强大还不会秃头的妹子。我们去过了无人生还的荒野孤岛度假，爬上过最寒冷的西伯利亚雪山，并乘着雪崩一路滑下。现在我们又要不远千里地深入最神秘的丛林，撸猫、蹦极、荡秋千、躲猫猫、洗泥巴浴、参观草泥马，还有偷塔。为了考古杀人如麻，毫不手软；为了考古破坏古迹，毫不心疼。这真的是去考古吗？
他将向你展示怎样才能在地球上最极端、最危险的地方科学作死。在这种地方，如果没有丰富的、专业的、异于常人的作死经验，你很可能会死得很平凡、很无辜、很不起眼。只有像劳拉这样专业的作死高手，才能做到这样死、这样死，或者这样死。当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想要做到一手好死，专业的周边设备必不可少。多功能登山镐、爬山、撬锁、砸墙、杀人，100%瓦坎达原厂正经，顶级工艺匠心打造。某宝只要399，你值得拥有。当然，就算有了专业的工具，没有专业的训练，一样不能像劳拉那么身手矫健。哎呀，扑街了，没事，瞬间站起来。劳拉从童年开始就实行高强度的作死训练，回家坚决不走大门。10几米高的大宅爬起来眼不眨气不喘，身姿矫健，谈笑风生，面带微笑，从容不迫。我不是针对谁啊，我是针对在场的所有人。有哪个敢在这个年龄这样作死啊？劳拉还是在萝莉的时候就能徒手爬城堡，那么长大了随便在悬崖峭壁上挂个2-3天，难道不是很正常的吗？所以不要跟他过不去啊！劳拉就算再不济，也砍过老虎，杀过豹，怼过黑熊，见过鬼。人家可以为了拯救自己的闺蜜干掉一个师，哪怕肾被插爆了，也照样途径孤岛。反正现在一个肾也买不起 iPhone 了，就冲了这个魄力，毁你几个村庄怎么了？弄他几座古墓怎么了？大家不要路见不平的去招惹他，平平安安的不好吗？其实劳拉内心也充满疑惑，为什么他走到哪就有武装部队呢？为什么好好一个大妹子就从风华绝貌变成了一言难尽呢？为什么老爸永远都不肯解完谜题呢？为什么自己坐的飞机没有一个正常的走路？为什么总是不知不觉地钻进各种石头缝里，然后像孙悟空一样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为什么坚如磐石的大地在脚下会分崩离析呢？为什么几千年前的古墓会有白色油漆呢？世界真的很奇妙啊！追了5年的圣山一，毁了5年的文化古迹，劳拉依旧是那个顶着天使面孔却杀人不眨眼的劳拉。约拿依旧是那个无论怎么努力也连备胎都当不上的约拿。曾几何时，古墓丽影的重启似乎还近在眼前，当年的飘柔硬广如今也已经全面铺开。然而转眼间3部曲即将结束，说实话我却已经忘记了此行的真正目的。但当结局慢慢靠近，我想至少有一点劳拉早在5年前就已经一语道破。 I hate tombs. 上一代崛起在表现力上就已经属于业界第一梯队，这一代的画面却仍然能再接再厉，细致于劳拉脸上的每一块泥巴，庞大于壮观的山脉、远方的古迹。但这次最让人啧啧称奇的，还是更加密集、更加复杂的热带雨林的场景。树木错综复杂，地面杂草丛生，很好的再现丛林的密集感，让人感觉身临其境。而这种复杂能很好的隐藏古墓等元素，这样当玩家发现古墓的时候，当玩家走出丛林看到天空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种拨开云雾见青天的震撼啊！很多人认为游戏性和画面是可以分开的2种维度，但对古墓丽影这种类型的游戏来说，场景表现力的重要性有着非常大的占比。即使是过去画面非常简陋的时代，场景对玩家的震撼也远大于劳拉的凶啊！因此当现在画面进化成这个样子后，画面的质变已经带动了游戏性的提升。我总是会忍不住慢慢的行走，欣赏场景的每个细节，配合上完全无 UI 的界面，配合上中文语音关掉字幕后的沉浸，再对着大电视打开 4K HDR， 这种沉浸感是无与伦比的。只是画面的进化伴随的怎么是制作组对劳拉蜜汁一样的审美呢？在上一代我就猛夸了一顿中文配音，因为有了语音之后可以关掉字幕，完全靠听，投入感会强很多很多，不用再分心看屏幕下面的字了。上一代是有微软国行打头阵，但是这次没有了国行，也没有哪个阵营的限时独占，却依旧能保留中文语音这个特点非常值得肯定啊！看来上一代国区贡献了不小的销量啊，那么 S1 八方旅人考虑一下呗。当然配音质量还有待提高啊，劳拉和约拿等主角的配音依旧是顶尖水准，没得黑。杨梦露老师不愧为顶级 CV， 但是除了对话之外的其他语音，比如劳拉用力时的声音、跳跃时的叫喊、受伤后的呻吟等等，
都明显听得出和说话时的声音不同。说话时是一个声音，行动时又是另一个声音，确实让人出戏啊。不过这些多少还能理解啊，毕竟中文配音是分开录制的。但是反派和敌人等跑龙套的角色的奇怪口音嘛，反正我是听出来了，你们圣三一就是蜘蛛侠里的心魔吧？我们就能重塑这个世界。除了对中文语言的坚持让我非常有好感之外，另一个东西则让我对 ADOS 和水晶动力深深的折服，那就是引擎的开发能力。古墓丽影重启3部曲用的引擎是水晶动力自己开发的 Foundation Engine， 这个引擎没有对外开放，只是自家在用，作品数量也不多，所以名气远没有 Unreal、Unity、寒霜等等这些出名。不过其实这个引擎的表现异常出色，由于没有对外开放，易用性我不知道啊，但这引擎不管在画面表现上、执行效能上都非常优秀，也就是所谓的画面屌、优化好啊。当然，这里优化好并不表示随便就能开 4K 最高啊，只要不追求最高分辨率和特效，很多电脑都能获得不错的画面和帧数。但这还不是最让我折服的，最厉害的是这引擎的即时性。新游戏我们经常会调整画面设置，我认为调整设置要重启游戏的引擎都是渣渣。现在好的引擎很多都能做到大部分设置都不需要重启，而这个引擎更加厉害啊！除了调整 DX 版本需要重启，调整分辨率、HDR 这些要黑屏之外，其他所有设置的调整不仅不用重启游戏，甚至直接透过透明的 UI 直接在后面的画面里显示出来，屏幕闪都不闪一下。这样的好处非常明显啊，能让玩家很清楚的对比各种效果，更能让开发者方便的来回斟酌每一个画面数值。这个小小的便捷累积出来的是开发商的巨大优势。毕竟开发的时候对画面的调整可不像玩家可能也就调整个10几次啊，开发时候的调整和对比是用上千上万次来计算的。如果每一次的调整都需要重新启动，而且不能明显的做出对比，那优化难度将呈几何型增长。因此古墓丽影即使在游戏机上有很强悍的表现，在和 PC 版本保持差不多的画面情况下， PS4 和 Xbox One 满满的30帧， PS4 Pro 和 Xbox One X 更是能开启稳定60帧的流畅模式，就算 4K 分辨率下也能够稳稳当当的30帧。特别是 Xbox One X 版本竟然是原生真 4K， 而不是任何动态分辨率等等， Xbox One X 性能的优势开始凸显。要知道这并不是独占游戏，画面也保持和 PC 差不多，能在游戏机上有了这样的效果和优秀的帧数表现，这个引擎的功劳非常大，这一点值得所有引擎学习啊！我甚至希望未来这个引擎能够公开商业化，让更多游戏开发者能用上好用方便的引擎。另外，众所周知，这个引擎还是第一批支持 RTX 新显卡的，支持最新的光线追踪技术。我们虽然已经拿到了2080和2080 Ti， 但是很可惜，截止到现在 ，RTX 显卡的新技术还没开放，要等到10月中微软更新一波之后才能开启。所以现在我们并不能测试 DLSS 和光追的效果，我们会在10月更新之后，再用这个游戏来剖析一波新显卡的表现，敬请期待。本作在玩法上基本照搬前作，以3部曲的角度来看，也算在意料之中。一路上的收集要素并不刻意，却负责增加考古的氛围和介绍背景，并不难的成长要素适度加入了 RPG 的元素。散布在主线路上的古墓支线负责增加解谜的成分，并让游戏充满着一股神秘感。上一代虽然有着不少 NPC 聚集起来的村落，但是它最多也只能算是营地，而这一代加入了好几个风格不同的村庄，第一次让系列有了人情味。在村庄里可以感受到当地的风土人情，可以接受主线支线任务，可以探索村庄曾经隐藏的秘密，可以和村民做简单的互动。这些虽然不能和真正的 RPG 比肩，但是却能让主线的剧情更加合理完整，而不是过去从一个古墓空降到另一个古墓的割裂感。当然，所有的一切都只是锦上添花，古墓丽影真正考验的还是实打实的主干线部分，以及这个部分的关卡设计。过去的古墓丽影系列基本没有太多的主线剧情，而是更加注重探索、解谜以及最核心的破解陷阱。但是随着系列的一次没落，这个游玩方式受到了质疑。刚好后起之秀德雷克给我们展现了另一种方式啊，古墓丽影重启自然也要迎合市场的改变而调整比例，并且结合这个趋势设计出自己独特的魅力，提高谜题和探索的成分，但降低难度。战斗也偏向于潜行暗杀，剧情上更加深沉，减少了嘻哈打闹的欢快，并以劳拉是怎么从软妹子成长为古墓丽影的这个主题，让整个系列更有使命感。
说实话，我个人相对比较喜欢古墓丽影的氛围。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这类作品都必不可少的，那就是总能带来厄运的体质。因此，走哪踏哪，见谁谁死，毁天灭地的套路持续上演着。这个设定我们虽然天天吐槽但是也能理解和接受，毕竟这都是为了演出效果嘛。所以这个比例、这个模式如果做得好，还是会有很多玩家喜爱。而事实上，古墓丽影也确实各方面都能让玩家感受到这是一个多么优秀的作品。但是问题来了，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挺喜欢古墓丽影系列的玩家，这个在上一代还玩得不亦乐乎、意犹未尽的玩家，在这一代会一边发出哇塞这游戏好棒的惊叹，一边却打哈欠、犯困、玩不下去。几乎整个游戏都是在又想玩下去又犯困玩不下去的矛盾中断断续续通关的，没有了前2代一口气通关的快感。我问了很多主播和测评人，发现很多都有共同的感觉是我们对这种玩法已经厌倦了吗？想想觉得并不是。毕竟这种类型的游戏，不管从很久以前的波斯王子，还是最近的战神，都是玩得不亦乐乎的如果要厌倦，应该早就厌倦了。那只能说是这个游戏本身的问题。我认为主要出在关卡设计上。虽然古墓丽影借鉴的同行把古墓探索的成分降低了，但是这类型游戏多少还是要有探索乐趣就算是虚假的探索感，也多少要给到玩家。这在前2代的控制还是非常优秀的但是这一代的关卡设定却太过直白，太过一本道了。不管是古墓解谜还是主线，虽然有攀爬、有跳跃、有摆荡等等各种探索手段，但是实际上都是非常显而易见的。而且只要找到了向前的道路，基本就不会有失败的时候。没有让人摔手柄的陷阱，没有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谜题，那这些阻碍基本和康庄大道没有区别。虽然可以在难度里把谜题难度调最高，把古墓里神秘的油漆等提示取消但依然不能真正提高游戏的整体难度因此就诞生出了一边觉得好玩，一边就觉得犯困的矛盾状态。另外，劳拉在这一代的行为也让不少玩家无法代入过于以自己为中心，过于鲁莽的处理方式也让我诞生了一点反感。当然这是见仁见智的事情我在这不评论他的行为，我关注的是制作组这样编剧的目的。制作组是想用黑化的方式来衬托劳拉的成长呢，还是想用反证的方式来证明劳拉的错误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一代的标题是暗影，就是想要叙说劳拉黑化的过程。但是黑化的原因和结果，我并没有在游戏中感受出来。星球大战中阿纳金变成黑武士，那才叫黑化，那是有过程的。但是这里的劳拉，我并没有感受到明显的过程，反而觉得劳拉在一开始就显得很幼稚、很鲁莽，甚至很自私。这种感觉远比前2代强烈而黑化之后带来的改变也并不明显，没有那种强烈的对比，更加觉得这个黑化不明所以。当然，我并不反对黑化的剧情走向，也不反对制作组用这种方式来提高游戏的深度，我只是可惜游戏并没有很好的体现这个主题，编剧并没有发挥出这个主题应有的张力，反而让人产生了厌恶和跳戏的感觉，实在可惜因此，虽然游戏品质非常高，算是这几年解谜动作类的顶尖制作，但是可惜过于保守的关卡设计和并没有深入人心的剧情安排，让玩家很容易出戏，甚至犯困。如果是第一次接触该类型或者非常喜欢这个类型的玩家，或许还是能从中找到乐趣，但是对于系列的老玩家来说，可能就会觉得矛盾了，一面觉得品质很好，一面就玩不下去，这种感觉真的非常奇怪前段时间有一个玩家利用虚幻式引擎重置了《古墓丽影2》里的长城关卡，这是个同人作品，完全复刻了第2代的感觉，没有提示，没有剧情，没有电影化的手法，有的只是开拓自由的场景和巧妙隐藏在场景中的谜题。我很有兴致的试了一下，结果就玩了一整个下午，硬是把这关卡打通了才罢休，并且乐在其中，回味无穷这让我不禁怀疑，这种古老的游戏系统难道放在现在真的就不好玩了吗？还是说现在只是没有了好的关卡设计呢？又或者玩家的喜好其实是循环轮流的呢？我想就像时尚界的流行风格一样，上个世代战神、鬼泣、忍龙等动作游戏占据了游戏的大半江山，但是火热过后，人们开始对传统动作游戏感到厌烦，因此这些 IP 都相继寂静了很长时间。战神甚至完全改头换面，变成了另一种形式。而如今随着鬼泣5的公布，似乎这种传统动作游戏的热潮再次被点燃。或许玩家并不是厌倦了，只是口味还是要换的。老的东西不一定就真的没有价值，
经过了技术的迭代，用最新的技术、最好的画面、最先进的理念去重新发掘老设计，或许反而能提炼出老设计的乐趣所在。黑魂系列的理念其实并不创新，只是用新的技术重新诠释了 FC 时代的游戏理念，就已经引起了那么大的浪潮。现在古墓丽影也好，神秘海域也好，这种电影感十足的动作大片似乎又到了一个低谷。或许3部曲之后的古墓丽影又会回归到初代那样，以探索解谜和陷阱为核心。说不定到时候玩家又会发出还是这样好玩的感叹啊！玩家呀，就是这么不知足又容易满足。就像视频一直强调的，这一代和上一代的进化并不大，但这也是在计划之中的，并且游戏的品质也确实优秀，在这种解谜加动作的游戏类型里，绝对算是顶尖的水准。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个类型，喜欢神秘海域，那么很难找到比这一座更高水准的作品了。但是另一方面，就算是如日中天的神秘海域系列，顽皮狗也表示会暂时停止开发续作，暂时封存起来，就是因为他们也发现这种游戏类型即将面临瓶颈，或者说面临玩家的审美疲劳。那重启后借鉴神秘海域的古墓丽影同样也会面临这个问题。还好他们的计划只是3部曲而不是6部曲啊。那这3部曲之后肯定 IP 还是会继续的，但是如何寻找新的玩法，新的对玩家的刺激点就是我个人更加期待的。好，最后还是提醒大家，我们的键盘已经缺货了，所以急着想拿到货的呢，最近不要下单了，等双11之后吧。而真正能风雨无阻陪伴玩家绝不缺席的，还是我们的奇游联机宝。所以可见键盘可以没有，但是肥皂不能没有啊。Game 可以同在，我是聂俊。